以往大小姐请回来的那些私厨，对大小姐是很尊敬，更多的是讨好，并不像战远这样掏心掏肺的对大小姐好。江叔是过来人，他能看出来，大小姐对战远不一样，战远对大小姐就更不用说了。都是年轻人，会查出火花很正常。原本江叔应该劝战远不要肖想大小姐的，知道战远原来是豪门少爷后，他就不多嘴了。还好他没有多嘴。战远回屋里去，他没有立即进厨房，而是先上楼去，来到了欧阳雅的房间门口。他停顿了片刻，才轻轻地敲着门。房里没有动静，可能是他敲门的声音过于温柔吧。战远便加大了力道，并隔着门叫喊：“大小姐，你醒了吗？大小姐，到时间用早餐了。”欧阳雅是个工作狂，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出门回公司。今天到点了，她还没有起来。战远觉得自己有义务提醒一下她，主要是担心她会饿肚子。好一会儿，欧阳雅出来开门，不过她只开了一条缝，也只探出头来，身子还藏在门身后面。战远猜测她穿的睡衣可能略透明，担心走光，所以只探出头来。大小姐，你还好吗？战远关心地问道。我想让大小姐一直休息的，又怕大小姐今天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，错过了。欧阳雅眼底有着黑眼圈，她声音都有点哑，这是刚醒来的缘故。我没事，就是头有点痛，在我能忍受的范围内。今天是有重要的会议要开，还要见2个重要的客户，早就安排好的了。战远，谢谢你来叫醒我，你帮我再冲杯蜂蜜水，也煮杯咖啡，半个小时后我下楼再喝。他需要换衣服洗刷，刚醒来魂儿都还没有回齐。欧阳雅觉得现在的自己还不够清醒，所以他需要半个小时来清醒一下。好，蜂蜜水我冲好了，现在下楼去给大小姐重新准备早餐以及煮咖啡。战远并没有劝她在家里休息，劝不住的，当家人就是这么累，身体略有不适都不当一回事。他能做的就是在饮食上帮他安排营养均匀，吃好喝好。昨晚他可能也没有睡好，今天的汤要给他准备安神补脑的，让他喝了，午休时能睡好一点。战远下楼去了。欧阳雅关上房门，回到卧室里，往床上一躺，没睡好就觉得好累。有时候他真想什么都不管，好好的睡一觉，睡上3天3夜都可以。一想到父母年纪渐大，身体又不好，弟弟年幼，家里就靠着他撑住。欧阳雅深吸几口气，调整一下状态，人自床上坐起来。他是欧阳雅，欧阳家的当家人，岂是小小的宿醉就能打倒的？欧阳雅先进了浴室里，用冷水洗了2回脸，人就变得清醒很多了。洗刷后，他才去换衣服。他的衣柜里除了女士西装还是女士西装，只有几套常服是他周末的时候穿的，一条裙子都没有。以往就算他出席宴会，也是穿着女士西装出现。都不记得他上一次穿裙子是什么时候了，好像是他小学3年级吧。小时候的他其实也喜欢穿漂亮的公主裙，母亲说的，因为他是第1个孩子，长得又漂亮，打小就将她打扮得像个小公主一般。她漂亮的公主裙塞满她的衣柜，父母、叔叔婶婶、其他亲戚总会送给她很多漂亮的裙子。随着她渐渐长大，应该是小学4年级开始吧，她就不穿裙子了。不管谁送给她的新裙子，她都不穿，转手送给她的堂妹们穿。大家发现她不爱穿裙子后，渐渐的也不送裙子给她了。母亲问过她为什么不喜欢穿裙子，她说穿着裙子走路走得不够快，她行事作风向来讲究速度。母亲说她从小就是雷厉风行的性子，所以她的爷爷奶奶很看重她，将她视为接班人。她也没有让长辈们失望，年纪轻轻时就接过了家族重担。
一路走到今天，家族企业非但没有倒闭，反而蒸蒸日上，达到了巅峰期。爷爷奶奶的旧时，有些人还活着，只要见到他都是一顿夸赞，又羡慕他的爷爷奶奶好命，虽说儿子辈没什么用，孙子也少，但孙女们个个都很优秀。欧阳雅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爷爷不止一次叹息他不是个孙子，若他是个男的，是爷爷的长孙，爷爷就会真正放心。她是个孙女，哪怕她有能力接过欧阳家的重担，在爷爷的眼里，她这个孙女终究是要嫁人的，嫁了人后还能一心一意管理娘家的生意吗？会不会生出异心？爷爷心底的深处是有忧虑的，只是欧阳家阴盛阳衰，爷爷是没有办法的事。爷爷奶奶去世时，2个弟弟都还没有出生呢，他们以为这一代是没有男丁的了。奶奶总是说他年轻时的情敌，笑话他，儿子都被他生完了，所以他的儿子就生不出儿子来，让他没有孙子。拉回飘远的思绪，欧阳雅还是拿了一套西装服换上，站在镜子前看着锐中的自己，高贵冷艳，威严十足。眼底的黑眼圈让欧阳雅难得的在梳妆台前坐下，认真的给自己化了个妆，以遮掩一下黑眼圈，不至于太明显。欧阳雅说半个小时，就真的是半个小时后下楼。战远已经重新帮他做了一份早餐，今天特意给他准备了清淡一点的早餐。欧阳雅在餐桌前坐下时，战远将一杯蜂蜜水放到他的面前，让他先喝蜂蜜水，之后才将他的那份早餐端出来放到桌子上，扭身又去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战远审视过他后，心疼的道：大小姐，要不今天就不回公司了吧，在家里好好休息。他是化了个妆，依旧能看出他的疲惫。他太累了，今天要见的2个重要客户，我谈了很久才谈到今天这种地步，若是放了人家的鸽子，就前功尽弃了。我没事，等会儿喝杯咖啡就行。欧阳雅若无其事地喝着蜂蜜水，又问阿俊和阿健没有迟到吗？阿俊最喜欢赖床的了，小家伙不怕别人，只怕他这个长姐赖床时就要他去叫他。战远答道：俊少和剑少都很早就起来了，特别是剑少，每天早上都起得比俊少早，难为他了，这大冷的天这么早能爬起来。他有时候都想赖床，舍不得离开暖和的被窝。哎，是过了年都还很冷，管城那边白天最高气温都上到了20几度，晚上最低气温也有10几度。2个省2座城市真的没法比。管城那边的气温对于这边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舒服了。欧阳雅笑了笑，说道：阿健那是害怕来的晚，你以为他不过来吃早餐，不给他准备早餐？小吃货一个，家里从来不缺小家伙的吃，反而有什么好东西都紧着他们俩，还那么好吃。阿俊有时候还会挑一挑，阿健那张嘴却是什么都不嫌的，没有菜，白饭拌酱油他都能吃下2碗。还好他们俩经常跑来跑去，运动量算大，虽然能吃倒是不胖。要是胖起来，欧阳雅也会出手干涉，不让2个弟弟吃那么多。小孩子还是不要太胖的好。战远笑，我知道他喜欢过来吃饭，天天都给他准备一份的，他不挑，什么都吃，我做他的早餐最是轻松。不过他依旧为2个小家伙准备一样的早餐，免得说他偏心。他手法好，简单的早餐他也能摆放得漂漂亮亮的。小孩子无非就是喜欢卡通呀，小动物呀，他将食物做成小动物的样子，小兄弟俩不知道多喜欢。大姐，大姐，欧阳婷的叫喊声传来，紧接着便看到他走了进来。阿婷，你还没有回公司吗？欧阳雅是因为昨晚应酬喝了酒，有点醉意，今天才会起晚了。虽是起晚了，其实也就8点，这个点往常他已经回到公司，同样的这个点欧阳婷也应该在公司才对。
我看到龙拓守在别墅区门口，就心烦折回来了。欧阳婷在餐桌前坐下，问战远有今天做的糕点吗？给我拿点儿，我心情不好，想吃点甜的。他已经用过早餐，准备回公司时，却在别墅区门口看到了龙拓。龙拓还是排场十足，带着一班保镖，停了好几辆车在门口，他手捧着大束火红的玫瑰，吸引着无数人的注视。追他追到这里来了，欧阳婷真想今晚就找人套龙拓的麻袋，将他揍一顿，让他几天都下不了床，他能够清静一点。发信息他不想回，打电话他不想接，他还不死心，说什么多喜欢他那都是假的，用来遮掩他那见不得光的野心罢了。战远微笑地说道：有的。二小姐稍等片刻，我进去拿点心。他转身进了厨房，片刻端着一碟小点心出来，这是为2位小少爷准备的，他们没有吃完，还余下些许。欧阳婷看到都是小动物样的点心，就知道是为2个弟弟准备的。他也不嫌弃，只要是战远做的，不管他做成什么样子，点心都很好吃的。欧阳婷吃了一块点心后，夸赞战远：战远，你做点心的手艺进步很大，记得你刚来时说你做点心不是很拿手，我吃着还好，不过跟现在相比，那时候做的点心的确算不得最好吃。战远依旧温和地笑道：这是大小姐指点有方，他都觉得自己进步很大。奶奶真懂他呀，给他挑的媳妇能提高他的厨艺。吃了甜点，心情好多了。欧阳婷又挑起一块点心吃着，战远默默地退下去，不打扰姐妹俩说话，也是避开不听女孩子的私事。你不理他便是，还能因为他就不上班了？欧阳雅淡淡地说：妹妹，你被他挑动情绪，他只会纠缠得更狠，你目中无他，旁若无人的，不管他做什么都不回应，见你一直都没有反应，他自会死心。欧阳婷说道：我怕他在我这里栽了跟斗，跑去纠缠老三老四他们定力没有咱们这么好，所以还是他来挡吧。我就是看到他烦，一天的好心情都会被他影响了，有时候真想套他麻袋，揍他一顿。带着一个人来欺负，真当我欧阳婷是纸糊的老虎吗？欧阳雅笑道：未尝不可。欧阳婷两眼亮晶晶的：姐，你也觉得那家伙可憎吧？本来就是可憎之人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反正咱们家不可能和他们龙家合作。欧阳婷是试探一下长姐的态度，毕竟龙拓是龙家代理家主的儿子，龙先生是龙拓为接班人的，很是看重这个儿子。是的，目前来看，我们不会与龙家合作。以后如果真正的接班人回来，接管了龙氏家族，看情况再说吧。那个孩子都不知道是否活着，那么小的一个人儿，没有了父母亲人庇护，又有仇家到处寻找他，追杀他，能不能长大成人，真的是个未知数。是的，他到时候要去一趟风尘山庄，看看能不能从君家大少奶奶的嘴里听到一点那个孩子的消息。可以肯定一点，那个孩子早就不在君家生活，不知道被君家大少奶奶藏到哪里去了。龙家那边就没有停止过寻找那个孩子。远在望城的兰家，听说龙家都派人偷偷潜进去，找了个遍都没有找到那个孩子的下落。因为当初穆晴捡到那个孩子时是在望城。姐，你昨晚喝醉了？欧阳婷关切地问。没有不舒服吧？要不要在家里休息一天？公司里有我呢。他是今天起来才听说大姐昨晚喝多了。大姐的保镖本是打电话给三妹，让三妹过来扶大姐回屋里的，结果战远拍醒了大姐。战远和大姐应该擦出一点火花了吧？最近大姐再也不拿战远来调侃她了，这是否说明大姐开始在乎战远，生出了独占欲？欧阳婷并没有说出来，有些事看破不说破。战远配得起他的大姐，战家儿子多，也不在乎一个儿子上门的，所以战远最适合大姐。不用，我又没有真醉，只是多喝了2杯。
容易犯困，头略有点痛，喝了蜂蜜水，感觉舒服一点。欧阳雅已经吃饱，她端起了战远给她煮的那杯咖啡，起身走出了餐厅。欧阳婷也吃完了那小碟的点心，她跟着姐姐出去。姐天天都忙得团团转，也累，有点不舒服，也要好好休息，就在家里休息一天。姐手里头的工作交给我去做，也是一样的。欧阳婷是想让姐姐休息一天，有时间和战远培养一下感情。欧阳雅还是拒绝了妹妹的好意，她说道：“今天不行，今天有重要的会议，还有2个重要的客户要见，我真没事，不用担心。以后我不会再碰酒。”以她今时的身份地位，应酬时不想喝酒，也没有人敢勉强她。很多人也知道欧阳大小姐是不会在外面喝酒的，怕遭到别人算计。不过偶尔欧阳雅也会破例，心情愉悦时，她就会喝上2杯。她这样说，欧阳婷便不再劝。喝完了咖啡后，欧阳雅便和妹妹一起出门回公司去。姐妹俩的车子行驶到别墅区门口时，看到还站在那里的龙拓，欧阳雅连车窗都懒得按下。龙拓的老爸亲自过来，欧阳雅都拒之门外，不想见。龙拓算什么东西？欧阳婷坐在姐姐的车子上，她的车子有保镖开着。龙拓认的这是欧阳大小姐的车厨，欧阳大小姐出入都带着一班保镖，她的专车总有几辆保镖车前后保护，那排场比她这个龙家大少爷要大得多了。其实龙拓想娶的是欧阳雅，奈何那个女人连他爸都不放在眼里，他爸来了几次，欧阳雅都不见，送去的礼欧阳雅也会让人送回去给他们，真是油盐不进的。打着合作的旗号过来，欧阳雅都不重视。前台让他爸预约是预约了，前面太多人排着队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排到他们呢。父亲才建议他从欧阳婷这里入手。欧阳婷比起欧阳雅略逊一点，不过也很优秀，如今和长姐一起打理着家族事业，在 A 市的商界同样是让很多小老板高攀不起的女强人。欧阳婷也不像欧阳雅那样冷冰冰的，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。想接近欧阳雅的男人多了去，目前还真没有人能够接近她，成为她的男朋友。听说她去年请的私厨是个年轻的帅小伙子，能够跟在欧阳雅的左右，不过那是为了照顾欧阳雅的胃，为她准备每天3餐。虽说在欧阳家当厨师，出去后会有不少酒楼抢着请回去当大厨，前途不差，但再怎么样也是厨师，那是配不起欧阳家大小姐的。故而那个小厨师没有人将他放在眼里。龙拓并没有拦截欧阳雅的专车，他还是知道轻重的，惹怒了欧阳雅，坏了事，回去会被老父亲一顿骂，那种蠢事龙拓不会做。欧阳婷的车子尾随着他长姐的车子，龙拓有心想拦他的车，最后确实没有动作，只能抱着花束眼睁睁地看着欧阳婷的车子远去，直到看不见了，龙拓才有动作。他手上抱着的那束花被他狠狠地掷到了地上，就此还不解气，又抬脚踩了几脚。他堂堂龙家大少爷，欧阳婷如此不给他面子，等到他拿下欧阳婷的那天，看他怎么报复他。000，龙拓的手机响了，是他爸打过来的。龙拓调整好情绪，边往他的车子走去，边接听父亲的来电。爸，阿拓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一点进展？龙先生此刻还在宁思琪的房间里，不过已经起来了，走到阳台外面给儿子打的电话。床上的宁思琪还在睡熟，就是睡着了都秀眉轻蹙，明显是不舒服。昨晚他被龙先生折腾了大半夜，能舒服才怪呢。他求饶龙先生都不放过他，还强行灌他吃了一点药，让他神志不清，跟着他乱来。这个老男人就是个老变态。宁思琪昏睡过去之前，在心里骂着这个老色狼。
心里却明白龙先生这样折腾他，一点也不怜香惜玉，因为他只是他的情妇，是他发泄的工具。如果他真是他的妻子，他肯定不会这样对待他。以前还想着取代龙太太，成为真正龙太太的宁思琪早就没有了那样的野心，他甚至都不想去报复海童了，只希望能够摆脱龙先生。可惜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他上了龙先生这艘贼船，不是他想下船就能下船的了。况且当初也不是他自愿的，他是被龙先生逼迫的。爸，欧阳婷也是块难啃的骨头。龙拓吐槽，我应该选择他们家老五的。老五刚踏入社会，没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经验，好骗一点。挑了欧阳婷，追了这么长时间，一点进展都没有。龙拓后悔当初没有挑欧阳五小姐。欧阳五小姐欺负我年轻不懂事吗？对不起，她懂事得很。在欧阳家这种环境下成长，她们姐妹，就连年纪最小还没有成年的妹妹，都对外界充满了防备之心。但凡接近她们的人，她们都防得死死的。特别是年轻的男性，姐姐们总是提醒他们不要被那些小白脸骗了，他们冲着的不是他们，而是欧阳家的家产。龙先生默了默后说道，那五小姐太年轻，又是排行第5的，在家族里没有话事权，当不了家的人，你娶了她很难得到大的好处，没有进展就慢慢来吧。他们家男丁少，防备心重是正常的。不过你先别管追妻的事，回去处理一下家事，那些人又闹起来了。索要当初许给他们的好处都给了，还不满足，真是越来越贪心。龙先生当初阴谋得逞，是他说服了很多族人拥护他，跟着他一起干了票大的，当然也许下了很多好处。没有好处，他们才不会跟着他一起干那等大事。稍不小心被人抓到把柄，会落入警方手里，就是他也怕有证据落在那些人的手里。在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他暂时还不能怎么样。等他知道谁藏了证据，他会毁掉那些证据，然后将那些人一一弄死。目前还需要用到他们，暂且让他们多活一段时间。龙先生不是守信用的人，他时刻都担心跟着他的人会在背后捅他一刀，想让那些人永远保守秘密。最后的办法就是杀了他们，只有死人的嘴巴才牢靠。爸当初就该将他们一起除掉，重新培养只忠于爸的人脉。龙拓觉得父亲当初就不该留下那些人。龙先生说道，人太多了，都是咱们的亲戚朋友，跟我们是一个目的，不能一下子都除了。他当初编动大家跟着他一起，灭了家主全家，连老人小孩都没有放过，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旁系，嫉恨嫡系一直当家，有共同的目标，他的阴谋才能得逞。他也花了10几20年时间，才等到时机成熟。谁想到真灭了嫡系一脉，他拿不到家主印章，信物以及图腾依旧成不了家主，只能当个代理家主，很多忠于家主的人脉都无法使用，甚至连龙家很多财产他都没有办法收归囊中。龙家定下如此家规的先祖，真是什么都想到了，设下这么多的关卡，大概就是防着龙先生这样的野心家吧。哪怕他灭了嫡系一脉，他也成不了真正的家主，无法动用龙家积攒的庞大资产，真气死个人。好吧，我等会儿就回去。相较于追妻，还是自己家里的大事更重要。龙拓接受了父亲的安排，回去后你去珠宝店帮爸取一套我之前就订好的珠宝，然后送给你妈妈，那是爸为你妈妈准备的，哄她开心开心。龙拓问，爸还要在管城待多久？不确定。爸见到了费老先生，想结交一下。费老先生后面的那些人才厉害，咱们家跟那些人比，如同蚂蚁比大象，简直是没有办法比。龙拓好奇地问，什么人这么厉害，连咱们家都比不过？等到爸成了真正的家主，有谁能越过爸去？
现在他们家还真的不算强大，因为他爸只是代理家主。龙家的那些精英以及强悍的保镖团队，都是只听家主的安排。如果家主没有信物，印象图腾就是家主都无法调动他们，他们只认信物。所以想成为龙家真正的家主，那几样东西缺一不可。现在龙拓父子俩最担心的就是那几样东西被上任家主分开藏起来，被保姆带着逃跑的小儿身上可能只会有一样东西。若是那样的话，更气死人，因为保姆早就死了，他身上也被摸了个遍，并没有找到家主信物。就是保姆的家人，连沾亲带故的人都被他们查了个遍，全都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总之，爸还有事要做，家里和公司里的事就交给你了，你也能独当一面。爸是很信任你的，好好表现，不要让爸失望哦。爸打下的江山，以后还不是交到你手里。龙先生也是真的是长子为接班人，也是给长子画饼，让长子心甘情愿站在他这一边，不会为了帮他老婆出气，跟他这个父亲作对。若是他真能成为家主，怎么着也要在那个位置上做到死，才能传给儿子。他可是从小就肖想那个位置的，做梦都想坐上去。爸，我知道。行，那就这样了。龙先生很快挂了电话，他将手机揣回裤兜里，掏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支，点燃后开始吞云吐雾。接连抽了几支烟，龙先生才回到房里去。见宁思琪还在睡，他眼底有着冷意，压根儿就没有怜香惜玉。他走到床前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宁思琪。这个女人真没用，怎么培训她依旧使不上力。要不是龙太太这个人已经在海童他们面前露了脸，并被他们记住，龙先生真想结束了这个小贱人。转身，龙先生走了。听到关门声后，宁思琪才敢睁开眼。他在龙先生父子俩通电话时就醒了，但他不敢有动作，怕龙先生怀疑他偷听。刚刚那个老色狼站在床前看他时，眼神里绝对有杀气，他都感受到杀气了，早晚他都会杀了他。宁思琪内心很恐慌，他想逃跑，又怕跑不掉，没有人帮他呀。有一瞬间，宁思琪都想跑去找自己的大姐，向大姐坦诚一切，不过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，正是大姐一手造成的。他和宁初势不两立，不死不休，就算他死，也要拉上宁云初垫背。战氏集团总裁办公室里，坐在办公桌里的战印，时不时就抬头看一下孕期。海童今天跟着他回公司，因为等会儿要去医院做产检，跟医生约了10点钟的。他每次去做产检，战印都会陪同，一次都不落下。以前那个工作狂早就不复见，如今战大少爷就是个妻奴，宠妻狂魔，爱妻如命。彤彤，你要喝水吗？战印问着老婆大人。要不要吃点水果，吃点零食？你在看什么书？战印干脆暂停手上的工作，起身绕出了办公桌，走向坐在待客区沙发上的海童。海童看的是育儿书，这是战印买回来的，平时也是他看。他买回来所有关于孕期知识的书本，他都看了不知道多少遍。最近又买了很多与育儿有关的书回来。孩子还没有出生呢，他先看育儿书。他说的提前做好准备，到时候孩子出生了，学以致用，将他从书上学到的育儿知识用到孩子身上。海童闲时也会拿来看看。孩子是2个人的，他可不能当个甩手妈妈，也要一起带娃育儿，让孩子在爱的包围里成长。看你买的育儿书，我这里都有水了。一进来你就给我倒了一杯水，给我洗了水果，拿了零食。看到丈夫走过来，海童失笑的道：“这才几点呀？你都问了我好几遍相同的问题了。我说了，今天不用你陪着我去，你安心工作。你非要跟着去，又叫我和你一起回公司，看，你都无心工作，
我在这里就是影响你办公。他的心思全放在他身上了，都无心办公。战印用手摸了摸他的杯子，说道：“水都凉了，我给你倒掉，重新倒一杯过来。”接着端起了他的杯子走开。我今天也不忙，不是你影响了我办公，一点都不影响，真的。战大少爷怕老婆以后都不肯待在他的办公室了，特别强调自己今天不忙。他上午的行程早就被他改掉了，因为他要陪老婆大人去做产检。秘书很清楚总裁夫人的产检日期，只要看到总裁夫人跟着总裁一起回公司，秘书就会默默地帮总裁改掉行程。有时候在总裁夫人产检当天，秘书都不帮自家总裁安排行程，就算安排了，也会被战总要求取消或者改变行程。如今在战少眼里，他老婆的事才是天大的事，老八都可以分担了。战印觉得他这个挑了多年重担的大哥，也该休息休息了。还有公司培养的那些精英，此时不用待何时？大家都忙得团团转，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。他这个当家总裁反而比以前轻松了，全都是给总裁夫人让路呀。很快，战印重新端着一杯温开水过来，他将那杯水放在海童面前，跟着他挨着海童坐下来，凑过来看了两眼海童捧着看的书，很快就将书本拿过去。你已经看了好久，要休息休息，别累着眼睛。海童看着他收起了书本，说道：“也没看多长时间，一点都不累。那看我吧，我又老了1岁，看看我是不是也老了一点？我还帅吗？”海童扑哧的笑，他轻捶了他一下，笑道：“你老是逗我笑，笑得肚子都痛。你老了1岁，我不也老1岁？说的好像我长生不老似的。我们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过了年，我一样也过年呀。在我的眼里，我老公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最帅的，谁都比不过你。”海童笑着伸手轻捏一下丈夫的脸，又凑过去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。战印不满意，他只是亲他的脸，要他也亲亲他的唇。反正办公室里只有小夫妻俩，没有第二个人。海童也不害羞，如他所愿，往他唇上亲了亲。他想退开时被他搂住，他加深了那个吻。一吻之后，战印的一只手落在海童的肚子上，轻拍着他隆起的肚子，声音暗哑地道：“小东西，等你出来，我要打你的小屁屁。”害得他这个当爸的一直当和尚，吃素吃了好几个月。关他什么事？这是你的原因，要不是你，也不会有他。海童又捏一下他的脸，以前觉得他脸上的肌肉有点紧，现在捏的次数多了，觉得软乎了很多，也有可能是胖了。审视一下战大少爷，海童得出结论，他家男人是比之前胖了点儿，哈哈，是帮他喝补汤喝胖的。彤彤，我该不会真的显老了吧？你刚刚用打量的眼神打量我了。战某少颇为紧张地问着他的老婆大人。海童失笑的道：“没有，我老公还年轻得很，是觉得你的脸现在捏起来软乎点了，你胖了点。”战印顿时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，嘴上故意说道：“完了完了，我成大胖子了，顶多就是比你以前重上几斤，没有那么恐怖，你不要一副天塌了的样子，多去健身房几趟就好。最近你去健身房的次数及时间越来越少，每天下班回家就是围着它打转，健身的时间就少了。吃得好，运动少，会长上几斤肉很正常。真当他怎么吃都不胖吗？他能一直保持着男模特一般的好身材，是因为他天天坚持运动。”哎呦！海童忽然痛叫一声，吓得战印几乎是跳起来，紧张兮兮地问：“是肚子痛吗？要生了吗？咱们马上去医院。”说着就要抱起他。海童按住他的手：“战印，你不要紧张兮兮的，还不足月呢，哪里这么快生？是宝宝又在踢我，现在他踢人踢得越来越有劲了。进入了孕晚期后，肚里的小娃娃力气是越来越大，
有时候被踢2脚，海童都觉得痛，战印才松口气。他是紧张过度，第一次当爸没有经验嘛。加入的孕妇群里看到有孕妇7、8个月就生了的，那是早产，他就挺怕海童早产，就是听那些孕妈妈说的多了，他这个藏身于孕妇群里的大男人才会过度紧张。群里有个孕妈妈前2天刚早产了，29周就生了，孩子出生后就送进了保温箱。彤彤，我有时候做梦都梦到你生了，在梦里我拼命要送你去医院，却忘记带车钥匙，想拿车钥匙，在梦里偏偏就想不起来，不记得车钥匙放在哪里了，急得我呀满头汗，想打电话给家里人，让他们帮我送车钥匙出屋，居然连他们的电话号码我都想不起来了。这样的梦战印做了几次，每次醒来他都是一身的汗，那是在梦里过于紧张所致。听着他的话，海童不觉得好笑，反而是感动，是心疼。他拉他重新坐下，柔声说道：“不用太紧张的，我次产检都没落下，医生也说一切正常，不会无缘无故早产的。”孕妇群里的那个孕妈妈早产的原因可能是她的头胎和2胎间隔太近了，她头胎是剖腹产，间隔1年就生2胎，身体都没有恢复又怀孕，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早产。又不是每一个孕妇都会早产，我身体底子很好，又是第1胎，不会无缘无故早产的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自己吓自己。海童又靠到他身上，2手搂抱着他，柔声说道：“老公，别担心，一切皆会顺利的。”我也告诉自己不要担心，不用太紧张，可是我做不到呀。我第一次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做好就能做好的。战印拥着他，颇为无奈，他太在乎他了。从她怀孕开始，他欣喜之余就跟着紧张兮兮的。现在他终于理解商无痕当初看到妻子孕吐的厉害，想放弃孩子了。有时候他都想过不要生孩子，孕期他辛苦，他也难熬。其实夫妻2丁克，就这样过一辈子也挺好的。但现在还有不到2个月就要生了，再后悔也来不及，他唯有整日提心吊胆。提心吊胆之余，又拼命学习如何当好一个爸爸。